作为台湾轻兵器工业深耕多年的自研成果，代号 T91 的战斗步枪，在很多军迷眼中或许并不够吸睛。它没有欧美大厂那种前卫科幻的涂装，也没有昂贵到吓人的身价，甚至在它诞生后的20年里，外界对它的争议和冷嘲热讽从未停止过。有人笑它平庸，有人说它只是老瓶装新酒，甚至有人觉得它只是为了换装而换装的产物。但如果你问那些在烈日下背着它行军，在泥泞中趴着射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紧紧握着它的官兵们，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对他们来说，这3.1公斤的重量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沉甸甸的托付。这支步枪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战场上最能交托后背的兄弟。大家好，我是威廉。今天我们不做空泛的嘴炮对比，带上扎实的机械参数、装备发展脉络，走进 T91 背后数十年的研发故事，深度拆解这款历经岁月磨练依旧扛得住考验的战斗步枪。想要看懂 T91， 就必须先感受民国50、60年代那种被世界遗忘的孤独。在那段岁月中，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转折点。为了汰换2战时期留下来的陈旧装备，我们引进了美制 M14 步枪的生产线，诞生了大家熟知的57式步枪。7.62乘51毫米的大口径弹药，威力确实惊人，一枪过去非死即重伤。但在实际操作上，问题也随之而来。对于体型相对单薄的东方士兵来说，57式步枪沉重的枪身、漫长的枪管，加上射击时狂暴的后坐力与枪口上跳，简直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在山头行军机动部署时，长达1公尺的步枪不仅累赘，更是在消耗基层官兵的体能。紧接着越战爆发，小口径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美军 M16 大规模服役，让我们看到轻量化高精度武器的可能性。我们也想跟上时代的步伐，想引进这种先进武装，但当时的国际处境极其艰难，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面对有钱也买不到的困境。那种被技术封锁、被国际边缘化的孤独感，迫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求人不如求己。当时的205厂集中了全台湾最顶尖的一批工程师，他们在极其简陋的实验室里拆解着各国的名枪。他们看中了 M16 的轻量化与精度，却敏锐地察觉到美军这种气吹式导气系统在潮湿多雨、泥泞不堪的东南亚环境中，极其容易累积积碳，导致致命的卡弹故障。如果把这种设计原封不动地搬到台湾这种高湿度的环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工程师们决定走一条自己的路，他们参考了美制 AR-18 步枪那种成熟的短冲程活塞结构，再配上大家已经习惯的 M16 的操作逻辑，在没日没夜的赶工与调试中，硬生生磨出了第一款本土量产的小口径步枪 T65 步枪。那是属于第一代研发人的骨气，虽然初代的 T65 并不完美，服役后问题接踵而至，时不时卡弹，枪膛容易锈蚀。连续射击之后，护目烫到无法握持，但那种从无到有，在封锁中突围的志气，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设计团队没有停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展开了漫长的调校，从优化护目散热的 T65K1 到新增3发点放模式，整合提把的经典 T65K2， 再到缩短枪管，因应机动需求产生的 T65K3， 从57式一路迭代到 T65K2。无数工程师在实验室与靶场之间往返，这一路积累下来的设计经验和失败教训，正是日后 T91 能够顺利落地最珍贵、最扎实的基石。这种务实的理念才是 T91 真正的血脉。时间转入90年代， T65K2 步枪虽然经典，但它也逐渐老了。现代战争的形态正在发生巨变，城市巷战、城镇防卫、快速部署的需求日益凸显。我们需要一款能钻进狭窄巷弄、能快速跳下装甲车、更短、更轻、更可靠的武器。1994年 XT186 研发专案正式启动，当时的工程师们满怀抱负，甚至想搞出一套颠覆性的闭锁连杆枪机结构，让世界看看台湾的创新实力。但在最后关头，大家冷静了下来，因为在军方最务实的可靠性要求面前，任何未经实战检验的创新都是巨大的风险。这退一步不是江郎才尽，而是对生命的敬畏。研发团队明白，在战场上花哨的创新如果换不来绝对的可靠，那就是对前线士兵的犯罪。在各方压力与现实考量之下，研发团队选择放弃激进的新路线，回归成熟可靠的底层架构，沿用了 T65K2 验证过的枪机核心，并在人机功效上做出了极大的优化。这种克制最终诞生了过渡性的 T86 战斗步枪。虽然它没有大规模列装，但它为 T91 的腾飞完成了一次技术探索。
2001年，研制团队重整旗鼓，正式推出第4代先进步枪专案。为了纪念我们这块土地步入新世纪，专案命名为100年步枪计划。这一次205厂展现了惊人的效率，仅用了1年时间就完成了 XT91 原型枪的设计。T91 不仅继承了前辈们验证过的所有优点，还吸收了 AR18、德国 G36 等名枪的设计精髓。它不再追求单一指标的极端，而是在轻便与火力、可靠与机动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这支枪的诞生，意味着我们终于为自己的官兵量身定做了一把真正的战场利刃，它更短、更轻，且更加符合我们东方人的体型特征。在完美的图纸，如果经不起泥泞与沙尘的折磨，那在战场上就是一堆废铁。一支枪能不能被信赖，永远要靠极限测试说话。谈起 T91 的可靠性，就绕不开定型前那场惊心动魄的零件随机混装测试。在真实的战场上，后勤供应往往是混乱的。一旦武器战损，士兵常常需要从其他受损枪支上拆卸零件，拼凑成一支能射击的武器。如果加工公差控制得不好，零件无法100%互换，那这支枪在关键时刻就是致命的累赘。205厂的测试人员取出了10支全新的 XT91 原型样枪，在众人的见证下，将它们彻底拆解。几千个零件、螺丝、弹簧、枪机、连杆被全部打乱混杂在一起。接着，技术人员随机抓取零件，像玩积木一样，重新组装成2支完整的步枪。这2支拼凑出来的步枪，没有经过任何细微调试，被直接送上射击线，挑战1万发的实弹耐久测试。结果让所有人震惊，在前6000发射击中，全程零故障、零卡弹。打满1万发后，仪器检测显示，2支拼装步枪的射击精度依旧维持在标准范围内。这份成绩单直接证明了我们在标准化生产和精密公差控制上已经下足了苦功。但这还不是最硬核的，最让军迷津津乐道的是那场被称为死亡测试的干涉实验。技术人员洗掉了枪内所有的润滑油，清除了所有保护，在接下来的射击中不再上任何一滴油，也不清理任何积碳，金属部件直接在枪管的高温下进行硬碰硬的干摩擦。就在这种近乎残酷的条件下， T91 持续完成了5500发实弹射击，半自动、3发点放、全自动混合进行。枪管打到发红发烫，由于极度高温导致金属疲劳，最后直到枪机发生断裂才停止。5500发，这个冷冰冰的数据，就是给每一个基层官兵最沉甸甸的定心丸。他告诉官兵，这支枪就绝不会先倒下。定型后的 T91， 每一寸设计都写满了务实这2个字。先看它的核心导气系统 ，T91 采用了高度模块化的活塞钢管组快拆系统。为什么要一把火把活塞、连杆、缓冲簧全部塞进一根封闭的钢管里？因为205厂非常贴心的考虑到阿兵哥在野外作战时，手上的泥巴和周遭的碎石是保命武器的大敌。如果零件太碎，在草丛里拆解保修时掉了一颗小弹簧，这支枪就废了。而 T91， 你只需要拔开定位销，就能像拉抽屉一样，整组取出活塞系统进行快速擦拭。这种闭锁模块的思维，极大的提升了战场维护的效率。再看气孔设计，气体筒的气孔被故意设计成向后30度的斜角，这有什么深意？当高压火药燃气冲入筒头推开活塞时，由于这个斜角，燃气会产生一种喷射效应，顺便把气孔周围的积碳粉末推出去。这种一定程度的自洁功能，大大降低了因为积碳导致的气压不足和故障卡弹概率。工程师们甚至在定位销上刻了一个大大的 F 字样，官兵组装完，只要眼睛一扫，看到 F 端端正正朝上，就知道枪械安装到位，可以安全射击。这种防呆设计在紧张到让人窒息的战场上，往往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弹匣的设计同样考究， T91 兼容北约标准的30发弹匣，但自制的弹匣侧边有2个明显的凸起，这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在生死关头，当士兵换弹匣动作变形，因为惊慌而用力过头时，这2个凸起能形成物理限位，阻止弹匣被过度插入，避免枪击附近时撞击弹匣顶部造成卡死。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说，世上没有完美的武器。为了换取更好的机动性， T91 也做出了一些牺牲。比起长管的 T65K2， T91 的枪管缩短到了 37.5 公分，全枪减重了 0.3 公斤，这让它在城镇防卫中极其灵活。但在物理规律面前，代价也很清晰。第一， 5.56 毫米弹药在较短的枪管内，火药无法100%充分燃烧，导致中远距离的初速下滑。
杀伤力自然略逊于长管步枪。第二，枪身变轻了，活塞冲击的震动传递就更直接，射手感受到的体感后坐力比 T65K2 高出了大约2成。加上为了控制成本，护木内只用了单层铝制散热片，连续射击150发后，护木表面温度会突破52摄氏度，赤手握持真的会烫到想骂人，但这就是武器设计的妥协艺术。在资源有限的战场上， T91 精准的把所有的好都砸在了可靠性和机动性这2个核心点上，这种取舍正是实用主义的最高体现。除了动力结构的改良， T91 还完成了一次极其重要的蜕变，那就是对拓展性的全面解放。如果你用过老式的 T65K2， 你一定会对那个顶部一体成型、完全无法拆卸的机械提把记忆深刻。在那个以机械瞄准为主的时代，这没问题。但到了现代作战，官兵需要挂载红点镜，需要夜视仪，在老枪上想装这些东西，你得在提把上架一个高耸入云的转接座，结果就是瞄准基线抬得极高，射手得伸着脖子去瞄准，根本没法舒适的贴塞，更别提精准度了。而且转接座在剧烈运动中极易松动，瞄点一偏，子弹就不知道飞到哪去了。T91 直接掀翻了这套旧设计，它采用了新型的平顶机匣设计，铺设了标准的皮卡提尼导轨，这一变动让它和美军的 M16 等先进武器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导轨的出现让 T91 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平台，官兵可以根据任务需求随手换上高倍率瞄准镜，或者是城镇战斗用的内红点。低矮的瞄准基线让射手可以维持最自然的姿态，大大缩短了首发命中的反应时间。护木的两侧和下方也预留了安装战术导轨的位置，战术灯、雷射指示器、前握把，官兵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感随心加装。这种从死板到模块化的进步，才真正让 T91 具备了现代制式卡宾枪的灵魂。它不再只是一支步枪，而是一个能适应全天候多样任务的模块化轻武器平台。在 T91 服役的20年里，最让基层官兵头疼的，其实不是它的精度，而是生锈。台湾属于典型的高湿、高盐分海岛气候，空气中的水分无孔不入。更麻烦的是，我们本地自制的 TC74钢芯弹，弹药底火的残渣带有一定的腐蚀性，射击之后，如果火药残渣吸附了空气中的湿气，酸性会大幅上升。如果不及时清理，只要短短几天，那根辛苦造出来的枪管内膛就会长出星星点点的锈斑。很多义务役士兵役期有限，保修习惯说实话并不太好，在靶场打完几百发子弹，回营房可能随便磨2下就交差，结果往往是枪飞在家里，没飞在战场。针对这个顽疾，205厂并没有只是发公文骂人，而是用工业思维去解决。他们一方面在后期的生产中不断优化枪膛的镀铬工艺，提升金属的抗腐蚀极限；另一方面，他们搞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黑科技——自动洗枪机。你没听错，步枪也有洗衣机，2名人员操作，2个半小时内就能洗好100支步枪。这种机器能进行深度的积碳清洗、自动烘干，最后喷上一层均匀的防锈油。洗完后的步枪，即便在潮湿的枪库里放上3天，也绝不会冒出一丝锈迹。这种因地制宜的改进，虽然听起来不那么高大上，但它却实实在在的保住了武器的妥善率。这种务实的态度，才是国防工业真正该有的样子。最后，我们要聊聊 T91 的一段传奇番外篇。很多人不知道，这支在泥地里摸爬滚打的步枪，竟然成了美国枪迷眼中的高性价比神枪。它的美国译名叫 Wolf A1。受限于复杂的地缘规则，完整的军规枪械是没法直接外销到美国民用市场的，而且美国那边的法律极其古怪且严苛。首先，美国法律限制外国制造带有军用特征的突击步枪整枪进口。其次，枪管短于16英寸的武器被归类为短管步枪。老百姓想买，不仅要申报，还得交$200的税，更要等上好几个月的背景审查。面对这2道红线，我们跟美国进口商商量之后，想到一个非常聪明的解决方案，决定和美方玩一手合规的擦边球。美国法律定义，承载击发机构的下枪身，在法律意义上才叫一支枪，而包含枪管、枪机、活塞的上枪身，在法律眼里只不过是一堆零件。于是205厂在台湾生产高质量的 T91 上枪身，移除刺刀座，换上符合民用标准的16英寸长枪管，打包运往美国。美国枪迷只需要花$599买下这个零件，然后去转角的店买个随处可见的 AR-15 下枪身，回家往一起一扣，清脆的咔嗒一声，一支有着纯正活塞血统、
极度耐操、外形又极具异域风情的台美混血步枪就诞生了。在靶场测试中 ，Warfare AE 的表现让那些挑剔的美国枪评人赞不绝口。他们惊讶于来自台湾的活塞系统竟然如此流畅，连续打了几千发也几乎没有故障。这种从零件出口到赢得全球最挑剔市场的认可，是属于我们轻兵器工业的一份骄傲。它证明了，哪怕没有名牌的光环，只要东西造得硬，走灰色地带也能在国际上闯出名号。聊了这么多，我想从武器回到人的身上。T91服役这20年，见证了无数阿兵哥的成长。外界的酸言酸语，在他稳定的枪声前，其实都很苍白。从战技到步枪，这背后是同一种不屈的脊梁，不追求虚幻的虚荣，而是务实的把预算花在刀口，把每一处公差追求到底。我们能安心喝杯手摇饮，自在生活，靠的是这10几万只在泥地里也不卡弹的 T91， 是烈日下训练的官兵和埋头修正数据的技勤人员，用这3公斤的重量撑起了我们的岁月静好。务实才是最强大的防卫。T91不只是一支步枪，更是守护家园的铁骨。如果你也被这份坚持打动，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并理性看待我们的国防科技。这里是威廉的观察笔记，我们下次再见。